谢兰，全城水管都炸了，我们是水管改造工程负责人，即将面临巨额赔偿，求求你出手救救我们吧！当初你们求我帮忙做城区的水管改造工程，结果项目临近收尾，你们却用300块把我打发走。现在出事儿了，我哪敢再多管闲事啊！白哥，你要开除我！小谢啊，不是我们故意针对你，毕竟城区水管改造这个项目是我爸拿下来的，一线都是我们在忙活。你作为他的学生，没帮上多少忙不说，每天只知道坐办公室吹空调，最后还要分走1半利润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朱姨，我有没有帮上忙？您来说吧。小谢啊，我知道你无父无母，一个人打拼很辛苦，我们也不是不讲情义的人。这是当初你帮我们打印资料、跑手续的钱，你拿了钱就走吧。300块，为了这个项目，我放弃了首都好几个重点项目的高薪邀约，一心一意扑在这个项目上。现在项目收尾了，你为了独占利润，300块就想把我打发走？什么高薪邀约？我看就是你在吹牛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施工队长在这风吹日晒的跑一线，看看我这手都晒秃噜皮了，再看看他谢兰的手，他的手这么白嫩，就是因为什么脏活累活都不干，凭什么要分走大家1半的血汗钱？就凭一双手就觉得我什么都没干。项目审批卡工进度停滞的时候，哪次不是我一次次上门求人审批的？业内质量最好、最权威的供应商宋老板是我谈下来的。只做首都项目的刘师傅也是我到处跑关系请过来，请他帮忙负责落地技术执行。施工长期停水扰民，周边路人怨气重，是我挨家挨户上门解释，耐心安抚大家的情绪。从前期手续办理到中期各方衔接，数不清的人情与关系，都是我四处奔走打点，才让项目顺利走到收尾阶段。就因为我不在工地一线，你们就要直接否定我所有的付出？谢兰付出挺多的。谢兰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不过就是聊聊天、看看图纸、跑跑腿而已，这能有多辛苦？聊聊天、看看图纸、跑跑腿而已，要不是我，这个项目你们都弄不了，更别说我帮忙控住成本，让你们利润提高了3倍。过河拆桥，还要脸吗？小谢，咱们不闹了，你再辛苦，毕竟都是坐办公室的，还能有我儿子辛苦。拿着这300块打印费，赶紧走吧。你们现在这副的嘴脸，跟当初真是两模两样啊！朱姨，白哥，我来看望白教授了，请节哀。小谢，我知道你是我爸最得意的学生，专业能力顶尖，人脉也广，求求你出手帮帮我们。白哥，你起来说话。我们家签了市政管网工程的项目，可刚接手，我爸就病逝了。这眼看合同签的工期马上定了，但没人能挑大梁，要是逾期违约，我们全家都要背上巨额债务啊！好孩子，看在你老师生前待你如亲女儿的情分上，拉我们一把吧。我儿子对这些项目工程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闷头干活，我们母子俩真是求助无门啊！老师待我恩重如山，我能帮就得帮一把。抱歉，那边的项目我先不过去了，以后有机会一定合作。我留在这儿，帮你们把项目做起来。太谢谢你了，谢兰，你这份恩情，我白野朗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图纸基本梳理完毕，管线布局和施工节点都标注清楚了。有这份完整图纸，我们施工就有方向了。小谢啊，往后我就把你当成亲女儿，等项目完工结算分红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因为你一句把我当亲女儿，我为这个项目跑前跑后，累死累活。谢工作室严谨专业，能被你选中就是我们产品最好的招牌。和你合作，我们100个放心。谢工画的这套图纸太完美了，这个项目的现场技术落地就交给我吧。好。整个项目工期本来就紧张，幸好有你积极安抚附近住户情绪，缓解我们工作压力。往后你项目统筹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也可以协调。好的，谢谢。就算你之前跑前跑后又如何？说到底不过是借着我们白家的名头办事罢了。那些供应商、工程师还有高管，不过是看在我们项目的面子上走个过场，谁会记得你这个跑腿办事的人？好，那以后材料技术、施工安全、路人协调你自己去解决。宋老板，谢兰，这车里是项目收尾要用的材料，你来检查一下。抱歉，宋老板不必再找我商议任何工作了。刚刚我已经被白组长用300块开除了。什么？
宋老板，谢兰已经走了，我来检查也是一样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只认谢兰，材料拉走，原路返回。怎么会这样呀？这宋老板凭什么只认谢兰？呸！我就不信邪了，这谢兰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等会儿拎点东西亲自上门找宋老板。我就不信我这个施工队长拉下脸来，他还能不给面子？宋老板，我们今天特意登门拜访，是想继续跟您合作供货。您开门做生意，和气生财，跟谁合作都是做买卖，何必断了往来呢？是啊，宋老板，咱们合作这么久，也都熟络了，还请您多通融通融。做生意做的不只是货品和买卖，更是人品与口碑。当初是谢兰凭专业和诚意促成我们合作，你们为了私利赶走有功之人，实属卸磨杀驴。我可不敢继续跟你们合作。这可怎么办呀？难道我们真的做错了？不该把谢兰赶走？反正项目就只剩最后一步了，我们自己上也没问题。可材料那边该怎么办？业内不都是说宋老板的材料是最好的，他的供货速度也是最快的。这么一走，咱们根本找不到质量相当的供应商呀。随便找点其他的供应商也是一样的，刚好找点便宜的，还能省下不少钱呢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这质量……行了，妈，别担心了，材料不都差不多吗？到时候省下来的利润都是我们的，这些钱给你养老，给我娶媳妇儿，哪样不香？谢兰，消息我都听说了，你可是项目主心骨啊！这项目眼看就要收尾了，最后一步没你不行啊！我没有想过刻意为难他们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诚信与情义是立足的根本，选择是他们自己做的，结局也只能由他们自己承担。刘师傅，之后的工程只能您自己看着办了。我当初答应了你要把技术工作跟进完毕，既然这活我接了，就不能不讲道义。我会继续留下来盯好现场，尽力把收尾工作做好。对了，我们当初和谢兰签过合作合同，现在强行辞退他，是不是还要支付违约金？我爸可是他的导师，培养他那么久，没跟他要钱就不错了，还想跟我们要违约金，做梦！可万一他较真，去找相关部门说理，咱们岂不是麻烦缠身？妈，您啊就是胆子太小，这个项目的合同款足足有3000万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，本来还要分出去一半，现在人走了，这笔收益完完全全落在咱们母子手里，凭什么便宜外人？现在回头想想，之前天天顶着大太阳闷头跑一线干活实在太蠢，累死累活大半利润还要分给谢兰，多亏我狠下心把他赶走，不然哪能捞着这么多好处？再说我今年都28了，到现在都没能成家，还不是手里没钱，处处受人轻视。等这笔尾款全落袋，兜里揣着几千万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一抓一大把，再也不用看人脸色。你说的对，那咱们可得再好好规划一下这笔钱，换一套带精装修的大别墅。不光要买别墅，还要添置几辆好车，出门在外也能撑得起场面。你说什么？施工现场出问题了？大家安静一点，有什么问题好好沟通，不要在这里聚众吵闹。你们管道改造什么时候能好？家里水压上不去，正常生活都受到影响。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做事？我们不是正在改造吗？急什么？没水就去买矿泉水啊！在这里胡搅蛮缠干什么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们团队一个叫谢兰的女生呢？之前她在的时候，凡事都跟我们讲得明明白白，从来不会像你们这样蛮横不讲理。是啊，有她出面协调，我们也都愿意体谅施工难处。现在换成你们，事情反倒越来越糟。是啊，谢工在的时候，工地上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状况，也没有说直接闹到工地来的。各位别急，我们只是暂时停工休整，很快就会复工。你们不要揪着这点小事不放，敷衍了事，根本不把居民难处放在心上。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一个说法。哎呦，老天爷呀！我们辛辛苦苦干活，还要被你们轮番指责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啊？
总算把人打发走了。当务之急是赶紧组建新团队，把收尾工作做完。说得对，得抓紧完工才行，立刻联系新的材料供应商。白队长，感谢您选择我，材料已经全部到位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完成全部收尾。白队长，这批管材绝对不能用，这是市政主干供水管，要承受高压水压。可你看看，管壁厚度严重不达标，比国标规定薄了近1/3，稍微受力就容易开裂。还有这些配件，做工粗糙，承压之后极易渗水脱管。刘师傅，你也太较真了，项目就剩最后一点收尾，而且又不是主干管道，凑合用用而已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全程管网互通，哪怕是支线也要承受整体管网的高压，万一到时候出了安全事故，谁都担不起责任。刘师傅说的好像也有道理，要不咱们还是换一批靠谱的材料。换什么换？宋老板那边断了合作，市面上好材料价格高的离谱，工期也赶不上。现在这批货价格低，到货快，正好能赶在验收前完工。安全第一，不能为了省钱拿整个项目冒险。当初谢兰在的时候，每一批材料都严格抽检，从来不会用这种残次品。别提他，现在项目我说了算，材料就用这批，你只管按要求施工就行，出了问题不用你负责。老师，这是您生前的最后一个项目，我一直尽心尽力做到现在，只可惜人心难测。小谢啊，听说白家母子找了一位姓赵的新供应商，这位赵老板向来以低价劣质材料抢占市场，按照他们这种做法，迟早会出大乱子。你真的撒手不管了？我该做的都做了，他们用300块钱把我打发走，现在路是他们自己选的，其中后果也该由他们自己承担。这毕竟是恩师临终前的最后一个项目，要是就这么毁在他们手上，我还是抽空去看看吧。哎，那个谁，与工地无关的人别乱碰我们的管材，碰坏了你得赔偿。白队长，整个管网改造项目已经全部施工完毕，所有工序都结束了。好。不行，你们的材料有问题，高压供水后一定会发生爆裂，我劝你们立刻返工整改。少在这儿说晦气话了，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儿子，刘师傅跟谢兰都这么说了，我心里真有点慌，要不咱们再检查检查。这样吧，那咱们先放水试试看。白队长，各处供水全都正常，测试完全合格，可算正常了。刚才被你一番话吓得不行，你这孩子安的什么心？张口就咒我们工程出问题。现在亲眼看到结果了吧？从头到尾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看你就是被赶走之后心里不平衡，故意跑来危言耸听，想搅黄我们的项目。可惜啊，白费心机。我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哼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走，兄弟们，项目没有任何问题，等验收就行。咱们去吃收工宴。这管线表面看上去平整完好，水流目前也十分平稳，但是果然不行，劣质材料加上粗糙施工，单次通水测试自然看不出破绽，甲方验收时第二次启动一定会出大问题。今天多谢各位出力，等项目正式验收完毕，尾款到手，我一定重重答谢大家。白队长，等会儿那些领导就要去现场验收了，咱们真的没问题吗？能有什么问题？整个工程一直稳稳当当，最后一步也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错。真不会有差错吗？魏总，一路辛苦了。劳烦您亲自过来验收项目，
我们忙活这么久，就等着您最后把关了。这里是项目验收现场，外人不许逗留，你赶紧离开。现场验收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魏总，他是之前主动离职的项目人员，之前还故意造谣说工程有问题，我这是不想让他留在现场影响验收。我只是据实提醒隐患，倒是某些人为了利益一意孤行。我不关心你们之间的过往恩怨，抓紧时间开展验收工作。启动供水系统，接受领导的最终验收。一切正常，尾款马上就能全部拿到手，我们彻底翻身了。这什么声音？这个声音不好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没有问题？怎么会这样？魏总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刚仔细看过了，只是局部管线开裂，主干管道主体完好，问题不算严重，修补更换一下就能恢复。对，不算大故障，抢修起来不难。要说这事儿为什么突然出问题，我怀疑就是他搞的鬼。他之前被我们辞退，心里一直记恨，所以刚才偷偷在管线上面动了手脚。谢兰，没想到你竟然为了报复我们，直接破坏管子，你心肠怎么恶毒成这样？我全程站在一旁，半步都没有靠近过管线和控制阀门，怎么动手脚？我可以作证，谢兰自始至终都在远处观望，没有接触过任何设备管线，这件事儿和他没有半点关系。反正他心怀不满，谁能保证他没耍小动作？行了，我没空听你们吵，你告诉我，现在施工队长是谁？是我。那就是你的责任。现场情况明明白白，不要想着推卸责任。就算只是局部损坏，也是严重施工失误。按照合同，你们要赔付高额违约金。魏总，求您网开一面，我知道是我们考虑不周，这是我父亲白峰生前最后一个项目，他临走前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把工程做好，我实在不想辜负他的心血啊。行了，不用说了。魏总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魏总，我老伴儿干了一辈子工程，为人踏实靠谱，这是他临终前最后一个项目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好好抢修。是啊，魏总，更何况这问题也不是很严重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能修补好。白老先生，我一直十分敬重。既然管线主体没有损毁，抢修难度不大，离交工日期也还有1个星期，我可以破例不追责。多谢魏总。但是7天之内必须修好所有管线，要是到期完不成，违约金照赔。公司也会走法律程序。7天时间会不会有点赶？机会只有这一次，我会拨一笔专项抢修款，希望你们吸取这次的教训，认真整改。啥？专项抢修款？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出岔子。刘师傅，谢谢你帮我说话。应该的，做人要讲良心，莫须有的事情不能瞎说。喂，您好，我是谢兰。您好，我们是城区工程管理处，您的履历非常优秀，我们正式邀请您担任高级技术顾问，负责全域工程质量督查与技术指导工作。好，我同意。500万，居然一下给了这么多钱！现在我才算看明白，以前我们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。我爸干了一辈子工程，一辈子老实本分，一分额外的钱都不肯多捞，所以咱们家才清贫到现在。瞧瞧，老实有什么用？要是他当年稍微活络一点，咱们家早就住大别墅开好车了，哪里还用得着处处抠搜看人脸色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这笔钱是专门用来抢修管网的专项款。
我才不会傻乎乎把这500万全部砸进项目里，全都花出去了，落回咱们手里的还有多少？儿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打算买新材料了？当然要买，只不过怎么买，买什么样的，我说了算。白队长，你要的管材全部送到了，你核对一下。不用核对了，直接让工人们卸货铺设就行。不行，这不能用。这批管材凑近闻异味很重，而且管材质地偏脆。你看这几根，运输途中就已经磕碰开裂，根本达不到施工标准。运输途中有点损坏很正常，再说一点异味而已，习惯就好了。管材开裂就说明韧性严重不足，等到正式通水，管线可能就会再次损坏。白队长，我提前就说过，低价材料就是这个品质，想要完好无损的国标管材，价格可要翻好几倍。把开裂的管材分拣出来，其余管材抓紧搬运施工，不要耽误进度。白队长，这味道实在太难闻，长时间干活身体都不舒服，能不能换一批材料？干工地哪有不吃苦的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抓紧干活。你一次次无视材料质量，就是在给整个管路埋下巨大隐患。现在为了省一点材料费，最后只会酿成更大的祸事儿。我心里有数，不用你反复念叨。儿子，我觉得刘师傅说的有道理，咱们继续这样做，真的不会出事吗？妈，你别听他的，这批材料虽然质量差了一点，但是用都是一样的，没多大区别。扣除损耗之后，能省下一大笔钱。可这质量……没事的，之前肯定是谢兰偷偷动了手脚，咱们这次看好施工现场，不让外人进来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好。这批损坏的管材和废料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总不能一直零散堆放。要是特意找地方处理，肯定要费一番功夫，直接都堆在那边空地上就行。现在天气这么炎热，这些本身就是劣质材料，太阳一暴晒，有害物质挥发，气味会变得格外浓烈。再加上风一吹，整片区域都会被异味笼罩。不就是一堆废管子，能出什么事儿？你就别瞎操心了。白队长，这味道实在太呛人了，我们干活都受影响，要不抽2个人简单清理一下吧？眼下所有人都要扑在管线上，哪有多余人力去管垃圾？就剩最后一点时间了，熬到项目结束统一清理就行。现在工期紧张，我能理解，但现场废料不能一直这么乱堆。这些废弃管材本身就有异味，堆积久了会污染空气。再说旁边就是居民区，也会影响居民生活。你就是想的太多，之前那么多问题我们都应付过来了，一堆垃圾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你别心存侥幸，周边住户密集，气味和占道问题早晚有人找上门，一旦引发投诉，反而会耽误验收工期。等麻烦找上门，再后悔就晚了。行了，现场我说了算，不用你指指点点。再这样下去，这项目迟早要完蛋了。这味道一天比一天重，我们连家门都不敢敞开，日子根本没法正常过。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不就是一点废料味道吗？忍几天，工程结束就清走了，犯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？忍！我家孩子连着好几天咳嗽不止，去诊所检查，医生都说就是吸入刺激性气味导致的。你要是继续敷衍糊弄，我们就去找社区和物业负责人投诉。各位街坊消消气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们肯定会妥善处理废料的。大家多体谅一下，工地赶工不容易。这话我们听好几回了，我们不会再妥协，等着物业上门找你们交涉要赔偿吧。完了，这群人要找物业投诉，这下肯定要出事儿。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我早就做好准备了。张哥，这工地上堆点废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附近的路人隔三差五就过来闹，麻烦您回去多劝劝。行，这事儿我记下了，回头我挨个去做住户的思想工作，保证没人再上工地找麻烦。让人闹了一通，总算肯正视问题了。
我这就带人把这些废料分批运走。别瞎忙活了，费那力气干什么？来人去把仓库里的塑料膜拿过来。这样把味道挡住就完事儿了。这群人就是浇灌坏了，一点气味都受不了。你只用塑料布遮盖，治标不治本，废料还堆在这里，异味依旧会四处扩散，路人很快还会找上门来。能挡一阵是一阵，等他们再来闹，说不定工程都做完了。行了，大家去忙活自己的事儿吧，工程进度不能落下。谢工，如今工地里到处都是废料，气味熏得人头晕。我们天天熬夜赶工，到头来工资还被克扣一半，大伙儿实在是熬不住了。你们几个不好好干活，围在这里瞎嘀咕什么？赶紧回去干活。你现在倒是清闲，专门跑到工地来拉拢工人，挑拨是非。清闲倒不至于，我就是来看看这工地上什么气味这么难闻，我在家里都能闻到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哪有什么味道？我看你就是来挑刺的，没事找事儿，赶紧走！白眼狼，我作为你父亲的学生，最后再提醒你一句，做项目跟做人一样，要讲究良心。你再这样做下去，只会输得一败涂地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你就是舍不得这个项目的分红，只要我还站在这儿，你就1分钱都别想拿。那我就等着看你倒下了。这味道一天比一天重，家里老人孩子都难受，今天必须报警，让执法人员过来整治。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别动不动就报警，事情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工地那边已经在处理了，再宽限几天吧。都宽限好几天了，味道半点没减弱，废料也还堆在原地，你别再帮着和稀泥了。今天这事儿必须有个结果。这位不是之前负责项目的谢工吗？我认得你，之前施工扰民都是你耐心帮我们协调沟通的。现在工地这乱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解决啊？这位同志，路人们都信任你，你帮忙多说几句好话，劝大家别再闹事，别报警。放心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收了工地施工队长的红包，但我实在压不住这群路人，你就搭把手劝劝他们，到手的钱我分一半给你，绝对不让你白忙活。大家都听清楚了，我没有想过刻意为难他们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诚信与情谊是立足的根本。这名物业工作人员私下收受贿赂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不也是工地那边的人吗？为什么要拆我的台？当初项目快要完工时，白眼朗母子为了独吞利润，用300块打发我离开。如今工地选材劣质，乱堆废料，违规施工，所有问题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什么？原来谢工早就被他们赶走了，难怪工地现在变成这副模样。身为物业工作人员，不为住户着想，反而收受贿赂，大家一起举报他。我也是一时糊涂啊，求大家高抬贵手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大家可以按照正规渠道反映问题，上面一定会保证每一位公民的权益。这车看着可不一般，咱们这儿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好的车？谁家的呀？咱们家的。儿啊，咱们什么时候买的这么贵的车？我刚提没多久，特意开出去兜了一圈，你是没看见，一路上路人都盯着这车看，一个个眼神里全是羡慕。咱们现在手头宽裕了，日子就要往好了过。没想到咱们真要过上好日子了，这下可算是扬眉吐气了。魏总您好，您好，您怎么这会儿打电话过来？白眼狼，你到底是怎么做事的？工地废料散发刺鼻气味，周边小区居民集体报警，还递交了投诉信，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你这施工队长不能当就别当了。魏总，我这就是一心想着赶工期，怕耽误管网抢修进度，才出了这样的昏招。你少拿工期当借口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今天之内必须把废料全部清运干净，彻底解决掉异味问题。我明白，我马上回去安排人手处理。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，你这个施工队就别干了，违约金1分都别想少。别啊，魏总，我一定办好，绝对不会再出任何纰漏，请您再相信我一次。所有人都过来，立刻把塑料布掀开，抓紧把这些废料全部运走。都别愣着，抓紧动手搬运，动作快一点。白队长，这味道实在顶不住，根本没法靠近干活啊。都把口罩戴好，赶紧干活，早点清完，早点完事儿。妈，你也过来搭把手，多个人多份力。我年纪大了，身子吃不消，这重活我可搬不动。累坏了吧？先歇会儿，再有几天项目就彻底收尾了，熬过去就好了。
歇不住啊！现在一天不完工，我心里就一天不安生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赶工期，越早结束，咱们越早踏实。对了，我新买的按摩浴缸还一次都没用过呢，今天忙活了一整天，正好好泡个澡放松一下。按摩浴缸，那东西听着就不便宜，你怎么又添置这些东西了？现在咱们手头路子宽，车都买了，还差这点物件。你用的是那500万抢修款，这可不行啊！这收尾工作用钱的地方那么多，万一项目出岔子，咱们可就麻烦了。放宽心，我有不少压低成本的法子。白队长，麻烦把这今天的工钱结一下，我们都是日结干活，家里日常开销全靠这份收入。行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个来领。白队长，这工资不对啊，怎么这次比之前少了整整一半？没错，我们熬夜加班，工作量比平时还大，工资不涨就算了，怎么还无故减半？你得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大家先别激动，听我解释。这次抢修项目情况特殊，甲方拨付的资金有限，我这边也十分为难。那也不能克扣我们的血汗钱，我们按要求出工出力，就该拿到约定好的报酬。儿啊，这样能行吗？这些人要是闹起来怎么办啊？嘘，看我的！都别吵了，现在工期紧张，全城路人都等着恢复供水，大家多体谅一下。可我们每天都要养家糊口，工资减半，日常开支都周转不开。等项目顺利验收，尾款全部到手，我再酌情给大家补发一部分补贴。现在先按这个标准结算，安心干活，不要因为薪资问题耽误工期，不然就别干了。儿子，他们真的不闹了？工程出问题了，还想按照以前的工资拿钱？做梦！市场行情就这样，他们不愿意干，外面有的是人想来顶替。白队长，你这么压缩材料成本，又压低工人薪资，人心要是散了，工程质量只会越来越差。行了，刘师傅，我不是说了，项目结束之后会额外发补贴吗？您就别操心了，赶紧去忙活吧。你就别多管闲事了，我们也是为了能更好的做完项目。你们。儿啊，你一下子买这么多名牌衣服，会不会太张扬了？怕什么？忙活这么久，也该好好犒劳自己。妈，我给你也买了，喜欢吗？你看这款新手机，性能好，拿出去也有面子。之前那部旧机子早就该换了。这笔钱都是从材料和人工里面省下来的吧？没想到能攒下这么多。不然呢？要是全都用高价材料，足额发工资，咱们哪能落下这么多好处？儿啊，咱们已经在材料工钱上省了不少，要不见好就收吧。这才到哪儿？项目还没彻底完工，能压缩的地方还有不少。你们看，白队长手里这部新手机是当下最新的款式，价格可不便宜。结算工资的时候直接扣掉我们一半，嘴上总说资金紧张，转头就换上新手机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。你们一个个闲的没事干了，就知道背后乱嚼舌根。我身为施工队长，平时要对接各方人员，置办部新手机方便工作联络，这都是正常开销。难不成还得一直用老旧设备？压榨一线工人的血汗钱，拿着工程款项只顾个人享受，德行有亏必有灾殃。这盒饭怎么就这么点东西？这不是减肥餐吗？哪能填饱肚子？咱们天天高强度赶工，中午就吃这个，这也太糊弄人了吧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吃完饭赶紧干活。儿子，咱们采购的鸡腿价格极低，我看着肉质不太新鲜，万一吃出问题可怎么办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不过是口感差一点，好歹也算有荤腥。现在离验收期限就剩短短几天，熬过去就万事大吉，哪有功夫讲究食材好坏？都打起精神来，手脚麻利点，工期不等人，谁要是偷懒耍滑，直接扣工钱。白彦朗，你故意克扣餐时是什么意思？工人们高强度作业，还要饿着肚子干活，极易出现操作失误和安全事故。我说刘师傅，你怎么处处跟我作对？我怎么做安排，轮得到你一个技术工人指指点点？我是项目的技术人员，我要对工程安全负责。你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，一定会酿成大祸。行了行了，听得耳朵都起茧了，能出什么乱子？好言相劝你听不进去，我也不多说了。出事的时候，别怨旁人没提醒你。这老东西一天到晚跟我唱反调，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哎呦，我肚子突然疼得厉害。我也是，从早上到现在一直不舒服。哎呦，我这也开始疼了。上工时间交头接耳，无视工地规章制度，在场所有人全部罚款。白队长，我们就是随口聊两句，又没有耽误干活，不至于罚款吧？在岗就要恪守本分，规矩摆在这儿，触犯了就得受罚，再有下次加倍惩处。晚上还是这点东西，忙活一整天，这点饭连半饱都算不上，工资扣一半，午饭晚饭全这么糊弄，再熬下去身体都要垮掉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待会儿还有15分钟休息时间，咱们结伴去附近面馆买点面垫垫肚子吧。好啊，上班时间擅自离场，跑到外面买东西吃，你们眼里还有工地的规矩吗？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
白队长，是我建议大家这么做的。白队长，我们从中午到现在就没吃过一顿饱饭，实在饿得扛不住，就趁着休息时间出去买面填填肚子。什么休息时间？现在开始为了赶工期取消休息，抓紧一切时间赶工。你现在算是工作时间私自外出，公然违反规定。什么？你带头的是吧？我正式通知你，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，立马给我走人。我们不过是趁着休息时间买东西填肚子，凭什么直接开除？那行啊，之前干了这么多天的活，工钱必须给我结清。违反工地规矩被开除还想要工钱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闹得这么凶？就2个不守规矩的工人，我直接把带头闹事的开除了，也算杀鸡儆猴，让其他人都老实点。那人家心里不服，跑去到处告状，把事情闹大可怎么办？放宽心，就他一个能翻出什么风浪？等咱们顺利完工拿到尾款，直接拿钱享福去，哪还有功夫理会他们？但愿别真惹出麻烦。谢工，求求您救救我吧！这个时间你不应该在工地赶工吗？自从你走后，我们工资被克扣，饭菜也根本填不饱肚子，就因为休息时间出去买饭吃，我直接被白眼朗开除了，工钱他1分都不给。他竟然丧心病狂成这样！你先别冲动，当下最重要的是收集好证据，整理齐全之后，向劳动监察部门如实上报，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可我们就是普通干活的，就怕对方权势大，最后还是讨不回公道。按照正规流程提交材料，相关部门一定会秉公处理。你也可以联合其他有同样遭遇的工友一起举证，胜算会更大。好，我听您的，这就回去联系大伙收集证据。多谢您指点。自作孽不可活，白眼狼，你的报应已经在路上了。儿子，桌上这盒子是啥？给你买的金手镯，刚抽空去商场挑的，特意孝敬您。真的吗？这么沉的金镯子，给我的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？等项目尾款全部结算到位，不光首饰、貂皮大衣全都给你安排上，咱们往后吃香喝辣，再也不用精打细算过日子。对了妈，我已经决定今晚开始压缩工期，全员加班。这么多工人，我们少给他们1天工资，能省不少钱。加班干活会不会太累了？工人们能扛得住吗？累点怎么了？拿工钱干活本来就该吃苦，他们少休息1天，咱们就能早1天享福。都打起精神来，夜里也要加快进度，今晚必须把这段管线铺设完毕。谁偷懒耽误工期，一律扣工钱。白队长，连着赶工，我们实在困得睁不开眼，能不能稍微歇一会儿再干？工期迫在眉睫，哪有时间休息？想偷懒就趁早走人，外面有的是想干活的人。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。你说什么？现在天色这么晚，一来疲劳施工极易出现操作失误，埋下安全和质量隐患；二来深夜施工，噪音会影响周边居民休息。眼下就差最后收尾，哪还顾得上这些？居民那边忍几天就过去了，工人们累点也正常，只要能按时验收拿到尾款，别的都不重要。你只顾着赶工期捞好处，完全不顾工人身体和周围住户，这样早晚会出大乱子。不用你多管闲事，现场我说了算，赶紧回去忙你的技术活，别在这影响进度。别哭别哭，这工地大半夜还不停工，连觉都不让人睡，实在太过分了。都深更半夜了还在施工，噪音吵得整栋楼都不得安宁。之前废料异味的问题还没解决，现在又连夜扰民，就没人能管他们吗？从天黑闹到现在，老人休息不好，孩子也总被惊醒，再这样下去根本没法正常生活。一个个磨磨蹭蹭的，最近进度怎么慢成这样？你们到底想不想干了？大家身体都不舒服，进度自然快不起。干工地哪有不辛苦的？我管吃管住，也没拖欠工钱，已经做得够到位了。工钱减半，饭菜也跟不上，夜里还逼着大伙连轴转，再这么折腾，没人撑得住。好话我已经说尽，你如果还不改变，迟早要毁了这个项目，到时候我也不伺候了。你儿子，你少说2句吧，咱们暂时离不了老刘的技术。你看工人们身体都不舒服，进度慢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要不咱们稍微放宽点，别逼得太紧了。儿子，咱要不还是放宽点吧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担心工地会出事儿。放宽要求，工期到点完不成，
巨额违约金谁来赔？太阳才多大点儿，一个个都蔫头拉脑的干什么？工期越来越近，进度却一拖再拖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今天必须把这段管线铺设完毕，完不成任务的人统一再扣30%工资。本来身子就难受，顶着大太阳暴晒干活就算了，还要扣工资，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又是这些东西，顿顿青菜寡饭。我们在大太阳底下干活，体力消耗这么大，就给我们吃这个？先吃吧，这活就剩几天了，抓紧干完，我们拿了钱，早点解脱。这段主干接口密封一定要压紧，都记牢了。刘师傅，这天看着马上要下大雨，咱们铺到一半的管线怎么办？雨天根本不适合铺水管啊！你们先原地待命，我去找白队长说明情况。雨天施工隐患太大，申请暂时停工避雨。多亏有刘师傅替咱们着想，不然顶着雨干活又遭罪又容易出问题。白队长，要下雨了，管线施工最怕雨水浸泡接口，泥土打滑也容易操作失误，不如让工人们暂时收工，等雨停再复工。就剩最后一段管线，哪能说停就停？不能因为一点雨耽误进度。我特意备好了雨衣，淋点雨不耽误干活。安排一下，所有人穿上雨衣继续施工。今天这段管道必须铺完，完不成所有人扣除当日全额工钱。你只盯着工期，完全不顾施工规范。魏总给的7天抢修期限耗不起，出任何问题我承担，不用你多管闲事。下雨了，这下工地总该停工休息了吧？连着好几晚通宵施工，噪音吵得人神经衰弱。这么晚了还在施工，没完没了是吧？妈，你算算，从材料、工人工资再到伙食，咱们一路抠下来省了多少钱？你就说我这策略厉害不？厉害厉害，我儿子最有出息了。不好了，白队，工程又出问题了，多处水管接口开始渗水，还有几段管材管壁出现裂痕，根本遮不住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收尾快结束了，怎么到处出问题？这可怎么办啊？离验收没几天了，这么多问题，根本修不过来啊！一群吃干饭的东西，全都杵在这儿等死吗？立刻上手修补！全是你们干活敷衍糊弄，才搞出一堆烂摊子。今天修不完，所有人1分工钱都别想拿，全部扣干净！我们连续好几晚被你们通宵施工的噪音吵得根本没法睡觉，下雨天也不停工，家里老人孩子夜夜被惊醒。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各位街坊，全是这帮工人干活磨洋工，进度拖到半夜才不得不连夜赶工。之前的废料也是他们胡乱堆放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天天盯着他们，这群人就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好一个全部怪我们，克扣我们1半工资，顿顿只有青菜。大雨逼着我们干活，劣质管材是你贪便宜找的，废料是你不让清运，出了事反倒把脏水全泼我们身上，我们天天饿肚子带病干活，受你压榨，出问题还要替你背锅，这活我们不干了。老刘，你可算来了，赶紧过来帮我撑撑场面，跟街坊工人们讲清楚。我来是请辞的，当初谢兰掏心掏肺帮你们盘活整个项目，你们反倒拿300块打发人家走，现在整个工程快烂完了，你怨得了谁？老刘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咱们共事这么久，我凡事都仰仗你的技术，现在工人全部罢工，路人又堵着不肯走，整片管线全在漏水，你要是走了，谁来抢修？这项目彻底就完了。此前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，是你一直一意孤行，现在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我之前虽然跟你拌过几句嘴，但从来没亏待过你啊。现在这种生死关头，你怎么能直接撂挑子走人？是啊，刘师傅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商量，条件我儿子都依你，行不行？这个项目我不会再继续负责了，
我老刘干了半辈子工程，从没丢过一个项目。但这次，我哪怕违背多年的职业操守，也不会再继续和你这种人合作。完了，看见了吧？连跟着他干活的老师傅都看不下去，直接走人，摆明就是你做事太缺德。现在管子全漏，全城供水都要受影响。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实打实的交代。儿子，这回不能硬刚了，得赶紧把这件事盖过去。各位街坊，对不起，全是我的错，我保证接下来立刻停工整改，连夜安排人更换所有破损管材，再也不深夜施工，废料当天全部拉走处理干净。光嘴上保证没用，明天我们就集体起诉你们。我说到做到，求大家最后再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。儿子，我觉得他们刚刚不像是开玩笑，这些工人真要撂挑子不干了，咱们还是态度好点吧，免得短时间招不到人，又赶不上工期。各位师傅，刚才是我脾气差，话重了，工资我全部足额发放，伙食也立马改善，大家留下来把活干完行不行？是啊，大伙儿，平日里我们也没亏待你们，夏天还给你们备过水，下雨还给你们备了雨衣。这次是我儿子一时糊涂犯浑，工地离不了你们。现在说这些晚了，这活儿我们不干了。现在说这些晚了，这活儿我们不干了。对，不干了，谁爱伺候谁伺候。对，你们走，走了就别后悔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工人遍地都是，离了你们我还干不成活了。完了完了，人全走了，离验收就剩3天，就咱们俩怎么补得完这么多管子啊？慌什么？我之前应酬的时候认识个外包的马工，他手里常年有施工队，专接急活，要价还便宜，我这就联系他。喂，马工啊，我是白岩朗，有个紧急的活想找你搭把手，咱们当面谈。白队长，你放心，我手底下全是干了5、6年工程的老师傅，管网改造这点活，闭着眼都能摸对接口，一点不耽误验收。马工啊，不是我们信不过你，实在是之前吃了亏，可不能再出岔子了。阿姨，你这就多虑了，我干这行快10年了，经我手的项目就没出过质量问题，而且咱们都是实在人，我这价格比市场价低3成。低3成？真的？那还有假？你要是信得过，我今晚就调人进厂，明天天不亮就开工，保准赶在期限前全部完工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喂，给我找一个最便宜的散工团队，就说工地赶工管饭，工资按市场价1半算，会不会接水管无所谓，凑够人数能装样子就行，反正主家不懂技术，糊弄完就撤。都动起来！左边的搬管材，右边的对接口，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天黑之前必须把这段管线全接完。这马工还真有本事，一晚上就凑齐这么多人，照这速度，今天就能完工啊！那是，咱们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。等验收通过，尾款到账，咱们赚的比原先预想的还多。马哥，这管子好像接的不对啊，这边是污水管的口子，给水管接这儿不就串了吗？你懂个屁！我干这么多年还能错？让你怎么接就怎么接。白队长，全部完工了，就等开阀试水，通知甲方验收了。好，等验收通过，剩下的钱我1分不少给你。魏总，抢修工程全部竣工，随时能过来现场验收。知道了，我这边同步启动全域管网施压。全城居民同步通水检测，一旦出现供水故障，所有责任由你们施工队全权承担。您放心，绝对不会出半点问题。打开总水闸。那边小区怎么吵哄哄的？估计是住户正常用水协调，不用管，咱们坐等验收拿钱。白岩朗，我刚收到全城数十亿个街道居民联合投诉，污水倒灌污染全域供水系统，已经造成重大民生安全事故。按照合同约定，你必须赔付上亿赔偿金。什么？
水混入自来水主管道，全体居民联合投诉报警，这个项目彻底完了。魏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立刻安排人手重新整改管路补救。机会？我给了你们那么多次机会，你们呢？真不知道白老前辈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行了，别在这给我卖惨，3天之内彻底解决污水这事儿，另外凑齐所有赔款，否则法庭上见。我省吃俭用抠工程款换来的豪车、金手镯、名牌衣服、按摩浴缸，全部都要变卖抵债。忙活大半年，1分钱没赚到，反倒背上上亿巨债，凭什么？都怪我当初顺着你，要是当初听劝，好好用合格材料，足额发工人工资，根本不会落到这步田地。我悔得肠子都青了。不能我们独自扛下所有赔偿，管线接错全是马工带的外包队伍干的，责任全在他，所有损失都该由他承担。王八蛋，接电话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拉黑了，这个骗子直接跑路失联了。只能把家里所有值钱物件全部变卖，先凑一笔应急钱款，能抵一点是一点。赔偿还是次要，当务之急是解决管网的事儿。这么重大的公共事故，我们必须立刻找人来补救，否则我们怕是这辈子都在监狱里出不来了。都这个节骨眼了，谁还能救我们啊？我之前听说城区新上任一位全域工程高级技术顾问，只要能求这位顾问出面，一定就能解决。那我们赶紧准备厚礼，立刻上门拜访这位顾问。您好，麻烦帮忙联系一下新任全域工程高级技术顾问，我们有紧急事宜求助。抱歉，不行。凭什么？顾问今日预约已满，不接待临时来访人员，请你们提前线上预约登记。我们的事情关乎全城上千户居民的供水安全，事态10万火急，通融一下，让我们见一面。这里是办公区域，明令禁止行贿送礼，请2位自觉离开。别硬来，咱们就在门口死等，熬到顾问下班，总能堵到人。儿子，你快看，那不是谢兰吗？她怎么会在这里面上班？不过是当初被我们打发走的外人，咱们现在要找的是高级技术顾问，没空跟他浪费功夫。谢顾问，这2位先生女士非要在楼下等候您，说有重大管网事故的急事，想求您出面帮忙。谢顾问，原来全城管网高级技术顾问竟然是你！没错，是我。谢兰，不对，谢顾问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出手帮帮我们。好孩子，看在你过世恩师的情分上，拉我们一把。当初是我们母子鬼迷心窍，我们知错了，求您救救我们全家。当初项目临近完工，你们拿300块打印费打发我走，全盘否定我所有技术、人脉、资源付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恩师的情分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贪图私利赶走你，我求你再拉我们一把。当初我放弃首都高薪，倾尽资源帮你们盘活项目，而你们却过河拆桥，如今酿成全城重大事故，牵连上万居民，不是我出手就能抹平的。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，要是没人帮忙，我们不仅要赔到破产，还要坐牢。你老是地下有知，也不忍心看着我们落得这个下场啊！恩师一生恪守工程良心，绝不偷工减料、忘恩负义。你们所作所为早已踏破了他的底线，拿他来求情，就是对他的侮辱。今天的结局是你们亲手造成的。我虽恨他们忘恩负义，但恩师毕生心愿就是民生项目，上万住户还在受污水祸害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上亿损失，全城停水危机，施工队跑路，技术骨干离职，没人敢接这个烂摊子，这下怎么向上级交代？魏总，我听闻全域管网事故造成民生危机，白峰老师一辈子坚守市政工程，我不愿他一辈子积攒的行业口碑彻底被毁。我主动接手全部管网整改修复工程，全权负责到底。白眼老母子跟着白峰学工，最后都搞出这么大的事故。你年纪轻轻，就算是特聘顾问，凭什么保证能修好整片破损管网？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，随时都可以提出来。行啊，那我来问你：第一，老城区深埋主次供水管与老旧污水管交叉重叠，土层松软，无法大面积开挖，如何无损分离管线？第一，
采用微型非开挖顶管施工工艺。这套解决方案兼顾施工、民生、环保，细节完善程度远超业内资深工程师。是我小看你的专业实力了。魏总，您现在可以敲定我负责整改施工安排了吗？太可以了，我立刻向上级报备，全域官网修复工程全交由你统筹调配，所有材料、工人、资金权限全部向你开放。所有管材全部达标，每一批次检测报告都交给你存档，绝对不会有劣质材料的问题。辛苦宋老板，您我信得过。还是跟你合作好啊，这下这个项目终于能善终了。项目得靠大家共同努力，一个人决定不了什么，还得是有好帮手、好技术、好策略才行。谢兰彻底把项目接下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，不用牢底坐穿了。妈，等事情一了结，违约金一赔，我们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趁现在没人注意我们，赶紧收拾东西，逃到国外去吧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看你们是想跑吧。白队长，你们母子把项目毁成这样，给全城造成这么大损失，想跑没门儿！白队长，今天正好全都凑齐了，拖欠我们大半工资，无故开除，劣质盒饭害我们集体腹痛的事儿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早就把所有证据全部收集齐全，我们既要足额结清全部拖欠工钱，还要索要身体受损的相应赔偿。我现在根本拿不出钱赔付，上亿工程赔偿压在我身上，变卖材料的钱还不够填窟窿，你们就算逼我也没用。没钱是吧？既然私下协商行不通，那就只能向法院申请资产强制执行。我倒是听说你们前段时间刚全款添置新车，家中还有金饰、名牌家具各类贵重财物，大家不妨一同过去实地清点核算。不能去，那些东西是我们仅剩的家当了。小谢啊，你开玩笑的对吧？别这样。是工人的合法权益，容不得你们开玩笑。好家伙，我们的血汗钱全被你们用来挥霍享受了，把这些东西卖掉抵债。住手！那是我珍藏的好酒。欠薪抵账，合法流程。这金镯子是我的，不能拿走。那些衣服我才穿2次，别拖走啊！我的按摩浴缸，我还没泡几次。一边拖欠工人工资，克扣项目材料款，一边置办豪车金饰、高档浴缸，你们倒是挺会享受生活。对了，你们的车也拖走了，怕你们不知道，特意跟你们说一声。什么？你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留啊！全没了，别墅、豪车、首饰、浴缸全没了，赔款还一分没凑齐，这下全都完蛋了。大家注意，新旧管道衔接的密封胶必须均匀涂抹3毫米厚度，两侧加固支架同步固定，后期水压升高才不会出现渗水问题。这批国标管材抗压数值全部达标，我刚核对完全部质检报告，大家放心施工，不用再担心材料隐患。跟着谢顾问干活才算是正经做工，材料管够，3餐荤素搭配，到点足额发工钱，从来不会无故克扣。是啊，之前跟着白眼朗那阵子简直是遭罪。西边老旧小区的临时供水通道再加固2层，老人小孩居多，绝对不能出现停水断水情况。我现在就带2名工人过去加固通道，全程盯着施工细节，保证居民用水稳定。谢顾问，也就您真心为我们工人和周边住户考虑，换做旁人根本不会顾及我们的难处。工程本是依靠每一位劳动者支撑，大家踏实出力，我自然要保障所有人该得的权益。加油干，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验收了。不错，管线施工规范，材料合格，布局合理，全域管网修复全部完工了。现在开启全域供水试运行验收。谢兰，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放心吧，魏总，一定没问题。
清水终于流出干净水了，再也没有刺鼻黑水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能正常洗衣服了。有水了，可以正常洗澡了，是清水。居民们用水正常，问题被彻底解决了。谢兰，你真的做到了。谢兰从头到尾恪守工程良心，每一道工序严格把关，有她坐镇，这桩烂尾工程才能完美收尾。大家各司其职，共同付出，才有这个好结果。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。多亏您出手修复官网，我们全家才能正常用水。您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。之前施工乱象扰得我们苦不堪言，只有您愿意倾听我们的难处，全程把居民用水安全放在第一位。谢兰专业能力过硬，不计前嫌接手烂尾事故工程，圆满完成全域灌网修复，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。做工程先做人，任何靠投机取巧、忘恩负义谋取利益的路，最终只会走向毁灭。当初要是听谢兰的劝告，不贪图私利偷工减料，不狠心赶走他，怎么会落得现在的下场？都怪我们被金钱蒙蔽双眼，如今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